大家好，我是大伟。男人最怕的一件事呢，就是交枪太快啊，对方还没到这个点上，你啪一下，直接交枪投降了。这是一件对男人自信心打击非常大的事。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敏感度会越来越高。有些朋友他这个时间就是短，很难去进行延长。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你不够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没有掌握一套正确的方法去进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自由的掌控时间。换句话来说，今天我给你分享的这个内容，你只要把理论搞懂了，然后用我的方法运用到实践上，你就能够自由的掌控时间的长短，而且是完全由自己去支配你能控制住它。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只要是能逆得起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如果你逆不起来，我们后面会讲一些方法那咱们今天先讲一下怎么样去降低我们的一个敏感度。这里呢，先给大家讲一下理论。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都有这方面的经历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这个经历会更多。就是因为年轻人他经验比较少，他会蛮干，有些时候就特别的快。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想出来怎么办呢？他大脑中就会去想一些大量的一些和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一些画面，从而他知道这样降低我的注意力，似乎我就不容易出来了，是吧？其实你看这里重点来了，第一个降低注意力这里呢，为什么我们说第一个非常重要因为它和我们今天讲的方法擦边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的掌握这个方法的精髓我给大家来一个小道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小泡泡轴，中间有个通道，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和头脑之间传达的一个神经信号神经信号。那么我们要知道，你所有的信号，包括触感、感受包括痛感，都是由这个神经通道去传达给大脑的。那么大脑识别了这个信号以后才会产生这种疼痛快感难受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神经通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大家看这个，我们假设当你只进行运动的时候它产生快感，这个快感哗进来，把整个通道全部塞满，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大脑只能感受到这个快感，对不对？但是呢，怎么样去降低你的敏感度呢？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信号口给它缩窄就行了。缩窄的方法是什么我告诉大家，第一个，学会发力很多人他的发力是不对的，他就是完全就是跟着自己的喜好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小腹让我们的骨盆做一个什么呢你看往前就是做骨盆后倾，反复的你看把我们的骨盆快速的做一个骨盆后倾，反复的去做。这个时候你是用我们的肌肉去发力，然后你会发现，当我们肌肉开始完全参与的时候，这个神经通道还是这么大，但是你的肌肉的参与的感觉会占定空间，对不对？是不是变相的开始压缩你的快感的信号了？好了，现在重点来了，我们既然要完成这个送胯的动作，那我们就尽可能的让更多的肌肉参与进去，这样的话呢，就能让我们的肌肉的一个感知力增加，从而降低我们下面的一个敏感度。那么做这个送胯的动作有哪些肌肉可以参与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腹直肌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骨盆往前你看做一个骨盆后倾。第二个是哪块肌肉呢？就是我们的臀大肌大家做的时候大腿往外给大家用这个小人展现一下这个姿势大腿往外微微下蹲，类似于一个扎马步的姿势大家看这个小人偶腿一定要记住了，腿要往外往外打开，这样往外打开然后呢，身体重心要往下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腿包括我们的这个臀大肌都在持续的发力。在进行送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什么呢？就骨盆后倾用我们的腹部加我们臀部的力量，让我们整个下面送入进去这个时候呢，你是让你的参与的肌肉尽可能的变多了。大家日常可以去练习一下这个姿势，去找一下这个肌肉发力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本来一个神经通道它就这么大，
然后呢，由于你的整个感觉出来了你看你这个肌肉参与进来了，慢慢的就把你的整个下面的敏感度一步一步降低，逐渐的你的这个敏感度就开始降低了。而且这个是立竿见影的，它并不是说你这个要好长时间练习，你只要能正确的找到这个发力方式，它这个感觉是立竿见影的。好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重点来了光靠这一个才是一个小皮毛，后面才是重点，呼吸呼吸非常重要这个呼吸你会发现就有些时候你非常的疼比如说疼了以后你就会加快自己的呼吸，而且这种呼吸是本能的，或者深呼吸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个呼吸可以缓解大多数地方的一个张力，让我们迅速的平静下来，或者迅速的降低这种疼痛地方的感受。这种场景我相信很多人都遇见过。我们把呼吸再加入到我们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只要配合呼吸它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呢？这个整个感觉一下子就被降低了，而且呢，只要你还能立得起来那么你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完全自由来掌控。我们所谓的呼吸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叫做进去的时候你就要吐气很多人说我这个那我这速度得多慢是吧？那我们讲这个速度其实有没有看过打拳打拳击它不是说你一口气全部吐完，它是分段吐气大家听这个声音你看再看练这就这样练呼吸，然后呢吸换气的时候抽离出来这样去练呼吸。你把这个呼吸和动作去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感觉真的是行云流水。特别是你会发现我们越高级的运动越是要注重呼吸，只要呼吸的掌握的好，你身体上面大多数地方都可以去解锁这个感受只有你自己才能去理解。所以呢，学会这个视频记住反复多看几遍把里面的要素学会。第一个是动作参与肌肉感知，第二个就是呼吸，第三个自己练习，把它结合在一起呼吸不要乱记住一定是你发力的时候吐气分段式吐气不是一下子这样不行分段。这个方法我告诉过很多人，而且很多人试完以后当场就是给我发信息，就说这个方法实在太厉害了，知道吧？就很多时候就厉害到什么程度就后面你就不需要去刻意配合了，前期嘛是为了降低我们的一个敏感度，后面就不需要刻意配合了，直接就是就是他自己就能掌控了就你们这个呢，就是自己去试，自己就能知道这个动作的一个奥秘之处那话也不多说了看了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自己收藏。如果想转发给身边的这个朋友的，对吧？你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朋友。我是大伟，在我这里毫无保留的会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用的干货谢谢大家，没有关注的关注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通过这个标题点进来的应该都是男同志，那咱们今天就把话敞开的说。我先给大家拿一个道具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不要想歪了，这只是一个按摩器你看按摩的。但是呢，我用它要给你展现一个数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随着你们年龄的增长20岁到巅峰，然后逐渐的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别看它同样都是一种充血的状态，但是呢，它的一个硬度和一个它抬头的程度是天差地别。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状态就大不如前？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它回到一个更加坚挺的、更加向上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是当然可以的我们先讲为什么你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身体当中的睾酮素下降了。你会发现日本男优他们拍片子的时候不是拍片的时候，他们之前所有做的一些锻炼运动都是为了工作准备的嘛。他们最喜欢练的是哪里？他们最喜欢练的就是大腿。为什么？因为练习大腿，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增加我们的一个雄性激素雄性激素它可以直接取决于你的一个欲望、你的一个状态你的一个能力你的时间长短，这些它都是靠这个雄性激素去能催发出来的。第二个呢是什么？
你会发现啊，随着我们工作的压力变大，我们精神上面压力变大，包括我们见的东西多了，哎，你的一个神经的敏感度是下降了啊。下降了以后呢，你的一个兴奋感、你的一个快感，它也会下降。包括很多人长期久坐，哎，他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充血能力啊，包括他的血管通道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综合多种因素，你会导致的，哎，随着年龄走，我们下降。但是其实只要你能增加我们的一个雄性激素，能够通过一些呼吸训练的方法，其实就能让我们的一个状态啊是处于一个最巅峰的一个状态啊，不至于你衰退的那么快。如果你现在正因为这些问题啊烦恼发愁，感觉自己没有自信，时间短，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我会教你2到3个锻炼的动作，这2到3个锻炼的动作，你每天坚持花上10分钟的时间去练就可以了，不用太长。这些动作都是日本男优身经百战而总结出来的好动作。好，我们现在来看动作怎么去做。第一个动作叫做假腿式深蹲，我给大家把这个动作做了优化，保证在不伤害到你们膝盖的前提下，把这个动作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性能。我们把双腿啊分开，比我们的肩一定要宽啊，大家看，大概是这个一个宽度。然后呢，我们微微的下蹲，微微的下蹲，蹲完以后，我们起身的时候，注意这里重要的点来了啊！第一个是要夹着腿去起身，第二个，我们快起身的时候，臀部收紧，把我们的一个胯部往前顶。正面看大家不明显啊，侧面看大家就能看出来了，腿微微下蹲，就这个角度就可以了。你看，大腿往内夹，然后臀部收，往前顶。好，做一个完整的给大家看啊，来，你看，1、2、3，啊，它要有力量，配合呼吸往外吐气。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运用到实战当中，但实战当中呢，我们就是腿并拢，然后腿微微弯曲，然后去做一个顶胯的动作啊，这是实战当中啊。那我们正常练习的时候，手下面可以抓一个壶铃或者抓一个矿泉水，稍微重一些的，微微的弯曲，来，1啊。要有一个往内夹的力，看3、4啊5，手放到臀部，感受一下你的臀部瞬间收紧，把我们的这个骨盆啊往前去顶。好，来6、7啊，做的时候注意一个要点啊，我们的腰部不要去弯啊，这下来的时候不要弯啊，我们只要微微的弯膝盖啊，你的腰部是保持直立的，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然后我们来1。啊，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其实是非常考验你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能量的一个耐力的啊。这个动作呢，锻炼的是哪里呢？我们的大腿内侧啊，我们整个这一块啊，这一块包括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啊，这里啊都是能充分的锻炼到，而且呢，你通过这个肌肉的一个加强的训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睾酮激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动作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动作，也被称之为小深蹲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专属于男同志做的一种训练。现在给大家演示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呢，分为有道具版和无道具版啊，就是针对于体格强一些的和弱一些的人。我们先做动作演示啊，你看腿要分开，完全的打开，就有点像那个相扑运动员啊。然后我们腿往下，上下的去动。啊，然后呢，就这样快速的把我们的臀部上下的动。那么在这样练的时候啊，它是刺激到我们里面最核心的一些肌群，而且能大大的刺激我们睾酮素的分泌。练完以后啊，你整个大腿内侧啊，包括深层都会有一种灼烧感。这种灼烧感啊，就会让我们的睾酮素啊大量分泌。好，我们为什么要说有个有道具版的呢？你看啊，板凳往这一放，我们手可以撑着这个板凳的边。把我们的腿分开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力量可以从手上卸掉一些啊，对于膝盖的保护会更好啊。对于腿部做这个动作感觉难的，我们就这样去做。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腰还是不要弯啊，就这样，腿要分开，尽量把腿分开，就这样去做。每天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第3个动作是一个静态的练习，是增加我们局部供血的一个能力的。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啊，腿微微分开，和我们的肩膀差不多宽。把我们的这个手啊，双肩顶住，顶住了以后呢，让我们的腿部往内夹，然后手上呢或往外展，给它一部分的阻力啊。你看，1、2、3啊，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4啊，夹紧啊，可以保持一下啊，再松啊，它是一个像那个坐姿夹腿器一样去夹，夹的是哪里？夹的就是我们里面。咱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啊，动作和动作之间，你们看外形可能是一样，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内部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呢你不掌握，光去按照这个外形去做，很难达到啊想要的一种效果。好，来夹住以后，夹紧了，我们里面的小腹要往内收，同时呢，你要有一种啊往上提的感觉，就像你的这里的2个小丸子啊，要往上收、往上提，你会有这种往上提的感觉，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这个动作做的这一个才没有浪费啊，没有白费。来走，1啊，小丸子往上收，来2啊，腹部收紧，3、4啊，配合吐气就是用力吐气，哎，用力吐气收紧啊，往上提，啊，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夹的时候你这里面的2个小丸子啊要往上提，小腹收紧，同时配合吐气，把这个动作啊一气呵成，哎，你里面就会有一种灼烧的感觉，而且它的一个力量啊，就是你发的力啊，就会从大腿的这个整个内收肌群啊，慢慢的往内蔓延，直到你的核心部位啊，大家都明白的啊。所以呢，你们做完以后一定要有这种感觉，这3个动作都是可以锻炼到的。第一个动作，增加你的一个触搞能力，增加你的大腿的力量，你的耐力，包括你的整个腿部内侧支撑力。这个支撑力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我们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腿不是要向内，然后站起来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支撑力，你会发现，无论我们是站着去做，还是我们跪着去做一些姿势的时候，都要靠大腿内侧的支撑力。第二个是你腰腹的力量，你会发现它这个运动呢是一种非常费事的行为。所以呢，我们在做第一个动作，包括第2个动作训练的时候，它也能增加我们的心肺耐力，包括肌肉的这种耐力。所以呢，你在综合以上把这3个动作每天做一个计划，每天进行练习，就能够完全针对性你自己能力弱啊、时间短，或者你的强度不够啊、硬度不够这样的一些问题。好，这一期的视频咱们先分享到这里，下一期的视频咱们着重的会讲饮食，男人应该怎么样去吃才能促进我们核心的睾酮激素的分泌。好了，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很多男同志啊，30岁之前啊是勇猛异常，但是一旦过了30岁以后啊，就发现自己的能力啊大幅度下降。这里的下降是指多个方面，一个呢是指自己的下体的快感下降，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感觉畅快。第二个呢是自己的硬度下降，不像原来那么坚挺啊。我经常用5个手指来给大家表示啊，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像大拇指一样能完全的立起来啊，但是你到了30岁左右可能就像我们的中指一样这个立的程度不像原来那么高。有很多朋友因为久经战场所以导致了这个力度可能都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无名指的这个样子它就是有点软了，供血能力明显不充足。还有的朋友他明确的表示以前一个晚上可能有5次或者4次都可以，但是现在一个晚上做1次都感觉有一些力不从心。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很多朋友把它归纳于自己的饮食上面出了问题从而呢大吃特吃，大补特补，结果发现所带来的效果是微乎其微。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其实这和我们这个会阴处有一个锁有很大的关系。咱们都知道男性的功能取决于他的供血能力是否充足。给大家做一个最详细的一个比喻吧，就是咱们冬天的时候当我们气血不充足的时候，手发冷发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摸我们的手上，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知觉或者知觉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气血被冻住了，实际上手上没有什么血色。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像现在太阳天非常的热。这个时候浑身上下气血充足你摸哪里都会感觉非常的敏感。其实在于我们的下体也是一样，特别是海绵体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它的供血能力越强，它所带来的快感就越强烈，它的硬度越高，颜色越深，也就代表着你局部的一个锁血能力越强。所以呢，今天教大家2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这2个方法可以说是万事万灵很多人都用过，反馈是非常的好。这2个方法不用吃是什么呢？我来一个一个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自己去准备一块老姜这个姜一定要老。
然后呢，把这个姜啊切成片，一片一片的贴在我们八髎这个位置我手指的这个位置。你看，手往屁股上一覆盖，这里呢有一块骨头就是我们的骶骨，骶骨上面出来8个孔，都是神经穿过的地方。而这些神经就是控制我们下体的所以呢，神经就像电线，你下体的快感得通过神经去传递，同时呢，神经也会给我们下体传达一定的信号。所以呢，这个神经非常重要。我们就把这个生姜片贴在我们的八髎处，大概是在这一块怎么去贴呢？非常有讲究我们不能直接贴，一定要用手先把八髎搓热就像我这样，大家看来回反复的搓。用我们的手掌我手指的这个方向来回反复的搓，就这样快速的搓，大概在50到100下，你会发现非常的热。此时把这个生姜片贴上去，贴上去以后保持10分钟。这个时间你会感觉它的药力因为生姜它就是一个热力阳性的会往里面去渗透。这个渗透就激活了我们里面的深层的神经，同时把上面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都代谢走，气血变得更加的活跃。当我们的神经有了充足的气血供应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下体逐渐也会有一些反应。这个方法我建议大家连续去用上一个7天到10天，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气功专栏。今天咱们来讲一下气血。气血是太重要了无论是对于我们体质强弱的改善，还是对于我们练功进度的一个快慢，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少有单独的去讲气，单独的去讲血，所有我们都是连在一起叫做气血2个字所以呢，气足则血盛，气衰则血弱，而气血足的人呢，身体一定是非常强的。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小伙子身体强壮能做很多种的运动，就是因为他的气血足。再看一些老年人身体弱，怕冷、畏寒、阳气不足、肾气不足，为什么呢？核心的原因就是气血不足。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道家的气功，这个气功就是帮助我们运气行血让我们的气血顺着经络通往全身。做完以后你会发现整个身体暖洋洋的，同时气血大幅度的在我们全身游走以后你会发现身体上面很多不好的杂质都排出体外身体会逐渐的变强壮。这个方法就叫做通山阵，是道家的一个气功绝活。好了，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首先咱们先讲手势。手势呢，我们要做一个盘气的一个手法，是什么呢？五指相对五指指腹相对，像我这样中间留一个口。这口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内劳宫在一起进行一个盘气。什么叫做盘气？说白了就是让你的气在我们的掌间聚集。此时你会感觉手掌上面发热，然后呢这个热感越来越强，像一团气一样来回的冲撞我们就这样做好这个姿势大家可以慢慢的感受一下。当然，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的话，我建议你从我们的第1章开始仔细的练习练习一下拉气的方法，把自己的气感增强。气感增强以后，直接可以练习这个盘气法，放在我们的胸前，心静下来，来吸气，缓缓吐气，吸，吐。你慢慢的就能感受到我们盘气的一个方法同时这个感觉也会在你掌心出现。当你有了这个感觉以后，我们开始讲腿上的一个功法。腿上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首先把腿分开，然后呢身体微微的向下蹲。蹲完了以后呢，大家看我的动作，大家可以练习一下，手可以放在我们的大腿内侧或者外侧来踮脚像这样把脚踮起来，往下一震大家注意看听这个声音。我们在震的时候，你能发现手放在我们的肉上面，它会抖。这个抖是什么呢？通过这个震法去打通我们的经络，促进我们气血下行让我们的气血流通起来所以说呢，上面这个盘气的一个手势是促进我们上肢的一个气的循环，下面的呢这个震腿的方法是促进我们下肢的一个循环。整体做起来以后，就能打通我们全身的一个气血循环，越做你会越舒服。好，给大家演示一下完整的腿分开，手这样我们手往前的时候踮脚，往下的时候
吐气啊，正脚来。啊，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做这个动作，看。啊，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去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首先咱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气啊在手上盘好了，盘好了以后，逐渐把腿打开，好，然后来。往下沉的时候吐气啊，往外哈气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把这个节奏掌握好，每天做上50下到100下，做完以后你会体验到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全身气血啊涌动，手和脚啊发热，后背这条督脉啊也会发热啊，这是非常好的感受。好了，今天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道家气功专栏，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夫妻生活不如意，时间短，质量差，每次1到2分钟的时间啊就草草了事，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能够帮助你的时长有一个质的飞跃。只要你能够坚持练习，你就能自由的控制自己时长的长短啊。为什么说这个动作这一套动作这么神奇呢？其实啊，我给大家把原理啊说清楚，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很多人啊，在进行运动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前端啊特别的敏感啊，就是不管是进去的时候还是出来的时候，它总是感觉特别的敏感，就是因为太过于敏感了，所以才导致时间啊过短。那么怎么降低它的一个敏感度呢？这里啊是一个核心的关键。咱们首先要了解一点啊，就是我们前端产生的这种敏感的信号，是通过我们的中枢神经直接给到我们的大脑的。那么中枢神经这个通道啊，它是有限的，它并不是说无限的。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所接受的信号它是有限的。我们利用这一点，就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建立起这种运动的节奏。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说我单纯的啊掐一下我的手臂，我会感觉我的这个手臂啊非常的疼。那么如果我同时在我的左边手臂掐一下，右边手臂同时也掐一下，两边同时掐，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做，你会发现左边的手臂没有这么疼了。为什么呢？因为两边同时产生的疼痛信号会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中枢神经当中，那么此时呢，我们的神经信号就会发生挤兑，那么产生出来的这种疼痛感呢，就互相抵消了啊。那么在我们的运动当中，夫妻生活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利用这一点啊。我们可以加入更多的肌肉，增加到一个运动当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前端的这个信号的一个敏感度。如果说你想增强，你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前端，那么它就可以增强。如果你想让它的信号敏感度减少，那么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身上的肌肉注意它的发力，就能够减少前端的敏感度。这个原理，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应该明白。那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应该使用哪些肌肉参与到其中呢？首先，一个好的姿势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姿势它可以说既可以让我们省力，又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参与。所以呢，这个姿势非常重要。一会儿我们在实践当中来讲。我们首先要注意参与的肌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下腹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臀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大腿啊。这3个部位参与，它带动着我们的骨盆不断的去做后倾。那么在做后倾的时候呢，又能给予我们向前的一个冲刺的力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肌肉参与进来，就会减少我们前端的这个敏感的信号。所以大家只要把姿势做对了，自然而然你的时间的跨度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啊。大家在实战当中可以自行去体验。那么第二个我要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呼吸这个环节有很多人都忽视了，很多人都是什么呢？是动作配合呼吸，就是他在做动作，然后呢他的呼吸是配合他的动作的根本没有去
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我们应该是什么呢？用呼吸去调节我们动作的频率。大家看，我们这种夫妻生活，它也是一种运动，它本质就是运动。那么我们在竞技运动也好，在这个长跑啊、短跑，包括我们做拳击，它都是需要我们呼吸去调节的。所以呼吸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个动作，这一套动作呢，我希望大家跟着一起去练，里面会把所有的要素啊都加在一起。那么大家跟着练了以后呢，就能够实现你的一个时间长短的一个自由性。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一套动作教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完学会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和转发身边有需要帮忙的朋友。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动作。首先咱们要练的第一个动作叫做顶胯，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是由3块肌肉完成的首先是我们的下腹、臀部以及我们的腿部要有一个内夹绷紧内夹绷紧。你看你看，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1、2、3、4、5整个过程当中你要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3块肌肉在同时的发力。大家可以自己站起来感受一下你的骨盆的运动这个时候呢，其实都是靠着你的肌肉去完成的，而不是像我们传统的这种夫妻运动的时候那种靠蛮力它是有一种技巧。那么这种技巧呢，是既省力又能够很好的降低了我们前端的一个敏感程度。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一定要经常去练就是去练顶胯把这个动作给练好，你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和腿部的肌肉完美的结合起来。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去配合呼吸。这个运动当中的呼吸是怎么配合呢？我们讲你在往前送的时候要去吐气大家看要去吐气。那么这个吐气，有人说我的频次特别的快，你这个呼吸我根本就完全做不了，怎么办呢？非常简单大家看如果说是打拳的时候，它的出拳速度是对吧？那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原理也是一样，你运动的时候，你吸一口气的时候，你看吐气，如果你快速的话它的速度会根据你的这个呼吸去变化。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当你去吐气的时候，你就要去往前去顶，把它养成一种潜意识。包括你日后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也要去有着这种吐气发力的这种概念这种方式是在我们的广泛的运动当中都适用的。你只要能找到这种吐气运动的概念，那么你会马上在整个实战的过程当中，你的时间跨度就能得到很好的延长。而且呢，你要去学会用呼吸去调节动作。比如说我的呼吸急促了你的动作要跟得上；你的呼吸变慢了动作也要能跟得上。自己用呼吸去支配你的动作，而不是用动作去支配你的呼吸。把这个概念你理解了，那么你这个动作其实完成的程度已经基本上就完成了。今天这个动作的理论包括实战，咱们讲的内容有点多，也是希望每个人是既能明白其中的原理，又能在实战当中完全的发挥出来。因为你只有明白了原理，你才能在这个原理之上做更多的创新。以前这个课程呢，咱们都是在私密的课程当中去讲解，今天呢，我也是把它第一次分享在大众的一个视野当中，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动作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曾经我发过一个内容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回春回阳的很多朋友就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个视频发出来，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如果呢你感觉今天的这个视频有用，请不要吝啬手中的赞，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点上一个赞，把这个视频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是你对我最好的支持。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因为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